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鸭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新不新家》第22季第5集。欢乐时光总是如此短暂，一集动漫很快就播完了，但电视节目并没有马上结束，因为小丑还要给金主爸爸打广告。今天是 T 加油站快乐小精灵大放送的最后一天，小小新看那些娃娃眼睛都直了，特别是看到小丑手上拿的婴儿必备小精灵时，简直恨不得穿过电视抢过来。辛爸自然是觉得小女儿很傻很可爱，表示要能爬进电视自己早爬了。新小妹说出妹妹疯狂的真相，小小新就差婴儿必备就能集齐全套了。看着小女儿可怜兮兮的表情，辛爸瞬间父爱爆棚，下定决心不让孩子失望。由于不少 T 加油站都拿去开酸奶连锁店了，辛爸开了很远的路程才抵达目的地。车子加油的时候，他和工作人员攀谈起来，能给我一个婴儿精灵吗？工作人员很冷淡，你挑吧，拿到什么就是什么，盒子都是一样的，就只能随便选了。辛爸打开了第一个盒子，没中，于是就想再白嫖一个。工作人员表示不行，除非继续加油，软的不行。辛爸打算来硬的，要不是看你躲在玻璃后面，我早就一拳。工作人员面无表情，没有玻璃啊，扬起手就打了辛爸一巴掌。辛爸还想挽尊，然后又挨了一巴掌，那就只能走常规操作了，开车绕圈，强行耗油，差点给全家都整吐了。好在想到了新办法，稳住车子踩油门，然后就是花式玩汽油，汽油打飞碟，后备箱装汽油，买的精灵都够堆成小山了，还是没有能得到。辛妈说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就连小新也来安慰爸爸。回家途中，小新发现周围的场景很陌生，但辛妈却异常熟悉，这里是他长大的地方。虽然变化很大，但每一家店每一棵树他都记忆犹新。突然他大呼起来，那是我以前住的房子。正当全家人停下来七嘴八舌讨论着以后一定要来看看的时候，一个女人敲打车窗，她以为他们是为兔子而来的。辛妈解释道自己是曾住这的小女孩，女人说她是现在住在这的老女人，还有请他们进来看看，故地重游。辛妈暂时十分开心。辛妈向孩子们介绍着房子里的一切，才说到卧室，小新就不耐烦地回到车上去了。女人搬来了一个箱子，这是辛妈留下的东西，她的所有童年记忆都装在里面，书法袋、科技展览会第1名的奖杯、论文、古老的历史，还有一些优异的成绩单。新小妹惊讶于妈妈曾经的优秀，以为她现在平庸感到失落。此时小新竟不耐烦地催促了。校长很满意地看着满柜的奖杯，称赞自己买它们真是太明智了。新小妹走了过来，询问她自己的妈妈以前真的是个好学生吗？校长肯定地说当然了，和你一样优秀。说着就拿出来辛妈成为学术明星的照片，这么看来确实不错。但新小妹觉得自己以后除了持家以外，应该会别有一番作为。但校长很快又打击她自信心，表示所有孩子长大了都会跟他的父母一样，并且给她看了另外一张照片，辛妈成为学校舞蹈清洁队队长。新小妹很惆怅，难道这真的就是她的未来吗？新小妹决定好好分析一下妈妈落入平庸的原因。已知辛妈在小学和初中一直是优等生，然而上了高中之后成绩直线下滑，拿出辛妈的剪贴簿，所有事都一目了然。上了高中之后她谈恋爱了，之后就无心学习，答题卡上画爱心。新小妹决定和爸爸谈谈，妈妈自从和你谈恋爱成绩就下滑，再也不是一个优等生了。辛爸若无其事地吐着泡泡糖圈，你要相信就算没有我，他也会遇到别的人，或者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他们的侯墨。新小妹却不认同，表示她不会让任何男孩影响自己的梦想。辛爸告诉她，不是男孩也有可能是某件爱好，随便选择一条没有前途的路，然后了此一生。新小妹不相信这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她必须确保没有事情能让她分心。新小妹封存所有能让她分心的东西，只有一件挚爱留了下来，萨克斯。但想到根本没有爵士乐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新小妹毫不犹豫地将它扔出窗外。楼上辛妈听到动静后，告诉辛爸女儿反常的行为。辛爸自然是知道怎么回事，新小妹把萨克斯当成了她，这么做就是不想成为现在的辛妈。辛妈十分诧异，她不想成为现在的我，她想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。可惜辛爸笨嘴拙舌，把整件事情越描越黑。辛妈现在是彻底伤心了，郁结于心就容易情绪失控。辛妈现在做饭就跟打仗似的，连小新的尿布她也不关心了。新小妹询问妈妈到底是怎么了，于是辛妈问她，变成自己真的就这么差劲吗？新小妹连忙否认，表示自己从心底里钦佩妈妈，而且她做的一切都很好，非常好，只是不适合自己。两人相看无言。校车来了，辛妈像往常一样将午餐递给了孩子们，亲吻了他们的额头，但新小妹却知道这个吻冰冷至极，就连爱心卡片也变成了梅花漆。走廊里全都是打打闹闹的同学，新小妹好不容易想着图书馆能安静些，红发威利又进来打扫，虽然他答应去别的地方，但脚底踩滑摔倒在了地板上，嘴里说着不需要护士，却又躺在地上鬼哭狼嚎。就连在校车里，新小妹也不能安静的学习，
起，他想爸爸是对的，就这样放弃算了。等红绿灯的时候，另一辆校车停在了旁边，那里的孩子们全都在认真学习，车尾还有乐队在演奏。辛小妹别提有多羡慕了，修道学院要是这辆车能来接自己该有多好啊！她甚至开始向佛祖祈祷。辛爸辛妈带着女儿来到了修道学院，这里拥有辛小妹所能想象到的一切。听了校长介绍远处的冥想楼，她马上要求爸妈想来这里上学，并保证一定会努力学习。辛妈很遗憾地向女儿表示，虽然她也很想这么做，但家里实在没有这个钱。校长此时还在说了风凉话，觉得辛小妹就待在春田小学也很好，还嘲讽他们才知道有第2次世界大战。这下辛妈可不能忍了，她让丈夫和女儿在外面等待，自己要和校长好好聊聊人生。辛爸知道老婆生气时的威力，带着女儿就逃出了办公室。门再次打开的时候，校长已经换了一个态度，他向辛小妹表示自己已经仔细看过她的资料，经过再三考虑，可以给她提供全额奖学金。辛小妹高兴坏了，抱住妈妈就说：“我有未来了。”校长提醒辛小妹周一正式上课。正当她万分兴奋之时，校长制止住了她，要庆祝就等出了校门吧。辛小妹终于如愿以偿进了修道学院，刚进校门就被一个女孩子邀请加入垒球队。原本想要拒绝，但得知他们只是讨论比赛中的物理学，辛小妹瞬间来了兴趣。算我一份，班里每个同学都在认真的学习。老师走过来向她打招呼，这是专属于她一个人的老师。他带来了辛小妹写的手稿《孤独小马》，而且他能明白小马就是辛小妹。他告诉辛小妹，这学期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，然后出版。这是什么神仙课程？这所学校真的是太好了，好到晚上睡觉他都忍不住向爸爸夸赞。不过辛小妹有些奇怪，今天怎么不是妈妈来给她说晚安？辛爸告诉她，辛妈在洗衣服，所以就派她来替她说晚安，像辛妈往常一样祝女儿好梦，然后亲吻她，关灯离开。凌晨4点过，辛小妹突然被洗衣机声音吵醒了，走到楼下发现地下室灯还亮着，推开门，她看到成堆衣物，而妈妈就在他们中间熨烫衬衫，接着再把门叠好，打包放在一旁。她实在太累了，就伏在衬衫上小憩。辛小妹走了下来，试探地叫了一声妈妈。她已经明白了一切，根本没有什么奖学金，她能去上学是因为辛妈包揽了全部的校服。她不能忍受自己享受的课堂，而妈妈却承受了苦难。辛妈向她解释，这都是她自愿的，因为辛小妹说过不想成为她这样的人，她知道这对女儿很重要。辛小妹略微思忖，告诉妈妈自己不想去那个学校上学了，并表示如果最后变成妈妈这样，她会觉得很荣幸。虽然她抱着辛妈的时候满是遗憾，此时小新带小胖子破门而入，她也很感谢妈妈为她做的一切。要说她怎么会和小胖子搅和在一起，这就不得不说支线剧情了。某天课间休息的时候，同学们都兴致冲冲地跑出教室，谁知道操场竟然积满了污水，就在大家大失所望之时，小新却在里面自由地冲浪，还各种炫技。不料当他刹车来到众人面前时，溅起污水弄了小胖子一身，这自然惹怒了小霸王，踏进泥坑就打算把小新胖揍一顿，谁知他反而被小新踢了一脚。至此小新又承袭了流氓名号，同学们纷纷为他欢呼。小胖子不服气，还想爬起来再战，但淤泥太滑，他又绊倒了。小胖子将出糗的责任全部怪在了小新头上，立志要找他麻烦，怎料一拳下去打中了悬挂球，荡回来之后又伤到了自己。同学们又围过来称赞小新，但他很不高兴，表示自己不是流氓，这些都只是巧合而已。然后一扬手又扇起来刚坐起来的小胖子，心疼他1秒钟，就连校长也过来告诉小新，以后小胖子停车位就是他的了。养好了伤的小胖子又开始作妖，然而刚对小新撂下狠话，就把自己关进储物柜里，真就没见过打脸这么快的。小新真的是有些心塞。辛妈察觉了儿子的异样，问他怎么了，小新就将有人要打他事说了出来。辛妈告诉他，如果真到了要独自面对的时候，就让小胖子觉得自己很棒，不然夸他就对了。又是一天课间休息，小新正去捡球的时候，上课铃声响了，看着关上门的教学楼，仿佛离自己有无限远，空气中似乎还漂浮了小胖子的笑声。就在他终于跑到教学楼的时候，小胖子却打开了门。现在小新是在劫难逃了。他想起辛妈的话，就开始吹彩虹屁。你的牙齿很好看，这是假牙。你的衣服很少，但搭配很不错。你是在说我穷吗？你打人很厉害，真的吗？总算是夸到点子上了。小新乘胜追击，是啊，而且临近拍照的时候，你都不会打脸，大家都很感激你。小胖子表示，当然了，那些东西是留一辈子的。他们终于从敌人变成了好哥们儿。最后，他们来到了地下室，辛妈很高兴两人又成为了朋友。还有更让人开心的，小新拿到他的婴儿精灵。要说是怎么拿的，当然是老办法，潜进去一个一个拆了看，反正那里又没有玻璃，知道自己终将平庸，泯然于众人，大概是每一个心怀远大志向且优秀人所难以接受事情吧。得知妈妈因为谈恋爱而放弃了学习，除了惋惜，辛小妹还有深深的恐惧，所以她宁愿抛弃一切爱好，也要坚持心中的梦想，有目标并且愿意付出努力。这样的人似乎想不成功都难。然而作为群居动物，没有人能不受到环境的影响。眼看辛小妹的梦想就要落空，辛妈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成
成全女儿。在感叹母爱伟大的同时，是否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思考：当一个人将毕生心血都扑在家庭上，是应该惋惜他的平庸，还是敬佩他的无私？家庭的意义从来就不是一群人生活在一起，而是大家相亲相爱，相互依靠。维系家庭的枢纽从来就不是血缘，而是彼此间深深的爱。如果要在辛普森家选一个家庭代表，这个人无疑就是辛妈。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，家才有了温度，而不是一幢冰冷的房子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之所以有人能肆无忌惮地追求梦想，只因为在背后总有人默默承担压力。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价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